青衡君扶额，此事荒唐至极，却又活生生地摆在面前，青衡君不得不认了。好在那位英卫公子甚合他心意，虽为男子，却与战儿情投意合，可能也不失为一桩美事吧。青衡君命人将订婚书又重做了一份，双方互换了。魏无羡的那封由江丰年保存，蓝忘机的则由他自己收着。此事虽然荒唐，却算不得丑闻。玄门百家中，男子相互结为道侣者也不是没有，何况二人早有婚约，真要说起来，指不定传成什么风流韵事。见没有油水可捞，金光善撇撇嘴，叮嘱金子轩几句，便预见出了云深不知处，看那方向不是回兰陵，估摸着是寻地儿鬼混去了。不过该罚的也不能心软，蓝忘机自有蓝家处置。江丰年原本是想带魏无羡回莲花坞领罚的，见魏无羡一步三回头，依依不舍的样儿，便把他留下与蓝忘机同罚，又惹得蓝启仁一阵吹胡子瞪眼，心中暗暗思索该如何处罚他二人。江澄和金子轩是猛着看完全程的，江澄后知后觉了解了事情的大概，非常感谢他爹在这之后再没提过跟他详细解释的事。金子轩知道的没比江澄多多少，还在想着魏无羡到底是如何与他打了一架便订了婚的。魏无羡则心有余处地拍了拍胸口，趴在蓝忘机耳边小声道：蓝儿哥哥，还好还好，若是我俩没有上床，这婚事指不定闹到猴年马月才能定下。蓝忘机心里想着，哪有人把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的？不过又想起魏无羡在客栈的那句避免夜长梦多，这样踏实点，便开始感叹确实是撞了大运，才能碰巧在那之前。斟酌许久，蓝忘机偷偷在心里将上床二字补上，手指在订婚书上划了划，便与以往那封一起收进衣袖，计划着今日早些回净室，将他们安置妥当。昨日魏无羡与金子轩连带着江澄，甚至是蓝忘机失踪了整整一天。在众学子眼里，只涉及了云梦江氏与兰陵金氏两家，万万没想到兰陵金氏成了陪衬，最后成了兰氏与江氏联姻。第二日，四人依旧来听学，昨日仿佛什么都未发生，只是仿佛而已。蓝忘机来得早，如往常那样坐在最前面，面无表情，桌上放着一本字排得密密麻麻的也不知是什么的书。接着魏无羡进来了，众人本以为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他们敬爱的魏兄要被遣送回家了，一个个哭丧着脸，再一见他进来都瞪大眼睛瞅他。魏无羡没理他们，径自走到蓝忘机身边坐下，手不老实的去碰身边坐的端庄的人。昨日被几个宗主加上蓝老先生盯着看，都练出了定力，就算再来一伙人加入，他也能岿然不动。魏无羡之后便是江澄，昨日之事震惊太大，他晚上翻来覆去的想，蓝忘机到底是怎么当着他的面把自己师兄拐走的，想了半天没摸着头绪，睡得自然也迟，醒得比魏无羡还晚。他一来便瞧见魏无羡黏黏腻腻地靠在蓝忘机身边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他道：魏无羡，你给我离蓝忘机远点，腻歪歪成什么样子？魏无羡仿佛被人抽了骨头，懒散道：凭什么？也对，婚约也定了，他俩甚至跨过仪式直接洞房了，再怎么不愿也不得不承认，魏无羡此生往后都和蓝忘机绑一起去了，他和自己的道侣腻歪确实谁也管不着。可他将家养了那么多年的猪，不过短短3月便被蓝忘机不费吹灰之力的拐走，怎么想怎么不甘心。江澄气恼也不好发作，愤愤地回了自己的座位。众人疑惑着，明明昨日云梦二人还极为默契地对金子轩一个正面揍，一个暗地里踹的，怎么今日江澄脸黑成这副德行？众人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打架事件的另一中心人物金子轩便进来了。金子轩平日里来的也早，不愿与狐朋狗友们同流合污，今日却是最后一个到蓝氏的，乃是他脸上还挂着彩。魏无羡出拳又快又狠，即便用了上好的灵药，脸上的青紫也不是一个晚上那么容易能消下去的。他先是低着头回了自己的座位，而后又高深莫测地看向望羡那边。妈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
你们说句话。韦英，你给我下来！蓝启仁一进蓝氏，便吹胡子瞪眼的开始教训魏无羡。以前觉得没什么，现在想到他与自己闲直在一起的画面越来越刺眼，更不要说亲自看到，单单一眼便要心梗。魏无羡不舍得坐直，蓝启仁道：离忘机远点。魏无羡委屈地往旁边挪了挪。再远点。魏无羡又往边上挪了一点。不行啊，依旧看着难受。蓝启仁抚着山羊胡，并未立即讲课，而是将蓝室里的座位来了个大调整。蓝忘机被他调到蓝室的最角落，而魏无羡就在他面前，教室的正中间，最前排的那个位置，蓝启仁只要一低头便能看见。魏无羡回头去看蓝忘机，那眼神可怜又无助。蓝忘机也正看着他，浅色的眼瞳里盛着水一般的温柔，无声地安慰着。蓝启仁怒道：魏英，不可东张西望。魏无羡慢慢回过头去，江澄与金子轩不自觉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，尤其是江澄忍不住出了一个气音，被刚好坐他旁边的蓝忘机冷飕飕的一瞥。江澄挑眉，笑容更大了。这节课魏无羡过得可谓是抓心挠肺的难受。蓝老头盯他跟盯贼似的，讲学时一双眼睛也直视着他，瞅得他浑身发毛，背挺得笔直，甚至动手做了几笔随堂笔记。这是人过的日子吗？好不容易熬到下学，魏无羡起身想跑，又被蓝启仁叫住。魏英，忘机，随我来。魏无羡苦着脸，与蓝忘机一起跟着蓝启仁走了。余下一帮狐朋狗友们讨论，大多数还在迷惑。魏兄，这是怎么了？有人替魏无羡鸣不平。不知啊，按理说昨日之事，子轩兄错的更多吧？怎地蓝老头那么针对魏兄？有人发现端倪，而且蓝老头格外忌讳魏兄与蓝忘机靠得太近，今早将兄与子轩兄也。众人慢慢发现不对，有人顿悟道：一定是魏兄太过出彩，连带着把蓝忘机也教坏了。又有人附议：没错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昨日魏兄不会领着蓝忘机上山捉兔子被逮住了吧？我看有可能。知情的二人一脸不可言说，简直没眼看。我当初就是这么和他们一起想，魏无羡舍身取义帮我们隔开蓝忘机的。而隐约猜到端倪的聂怀桑只是拿着扇子微笑着。修真界的未来堪忧啊。众人口中的魏无羡此时正端坐于平日里他与蓝忘机调情的藏书阁里，依旧是这个藏书阁，依旧是那棵玉兰树，依旧是抄家规，依旧是不对，对面小的换成了老的。凭什么我去抄家规，而蓝湛要跪祠堂？这不公平。最初听到罚他抄家规而蓝忘机跪祠堂的时候，魏无羡差点没跳起来。他心想，蓝湛从小到大这么优秀，祠堂是一定没跪过的。我平日里跪惯了，这体力活儿总该我来做，蓝湛去抄家规才合适。蓝忘机拉着他：魏英，长辈之意不可违。魏无羡道：可是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要多说。蓝启仁看不得二人亲近，于是他道：我蓝氏向来公正，魏英，你白日抄家规，夜里跪祠堂；忘机白日跪祠堂，夜里抄家规。放心，该是你的，一样也少不了。哦，这么个公正法啊。所以魏无羡去抄家规了，被蓝启仁看着。魏无羡不是那种能静得下来的性子，没过一会儿便头晕脑胀，满眼是字。但这事一是为他和蓝忘机负责，他心里也憋着口气儿，想着一定不能给蓝忘机丢脸；二是蓝启仁在那虎视眈眈。于是魏无羡咬牙挺着，那字儿写得前所未有的整齐端正。蓝启仁看了一会儿：你倒是写得认真。那当然，为了蓝湛嘛，我可不能因为家规抄得不好看叫你们小瞧了我。蓝启仁问道：你来云深不知处，本就犯了许多规矩，当时怎没想到蓝家会小瞧你？那时不是还没与蓝湛相熟吗？如今我都要嫁进来了，我这个蓝二夫人不就代表蓝湛的脸面吗？因此这是马虎不得。说实话，那句蓝二夫人听着是挺气人的，但是蓝启仁琢磨着魏无羡话里的意思，难得对魏无羡有点改观，甚至开始觉得此桩婚事也许不错。
魏无羡和蓝忘机接连几夜几日没休息，即便是修仙之人也有些受不住，精神萎靡。蓝忘机还好，定力足，幼时也没少锻炼自己。魏无羡就不一样了，